美股又跌了一周啊，感觉上呢是行情它还没结束，但是呢进入到一个容易让散户亏钱的阶段了。这种阶段就是它不是暴跌啊，但是呢它是会不停的震荡。那如果说市场真的是它暴跌了，股崩了，大家都会知道危险，连续跌个几周人都跑光了。比较容易亏钱的市场呢，就跟现在差不多吧，它涨一段，然后呢开始高位震荡，今天跌一点，明天涨一点，感觉市场上好像是有机会的，再等等可能还会涨。或者跌下来呢，觉得可以再补一点仓，但是它这样子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周几个月之后，那你之前的这些利润呢，很有可能会被它磨掉。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洗盘了。所以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市场我感觉已经进入到了防御模式，我自己一些宏观以及行业的看法，以及接下来它可能出现的几种走势啊。那分别呢，我们对应的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先聊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们先看一下今年的市场啊。今年如果说大家一直在市场里面的话，会发觉钱其实不难赚，像是半导体、AI 相关的股票，韩国的一些存储股今年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像半导体的 ETF SMH 今年就涨了69%，还是在这次回撤之后啊，还有这么多的利润。像韩国的股市涨幅是102%。那涨得那么好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中韩国股市的话50%以上是海力士、三星这些存储股。那还有一个涨得比较好的是台湾的股市 ETF， 涨幅是61%啊，它里面最大的持仓是台积电。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今年涨得好的股，它都集中在科技板块。但是如果说我们观察近1个月的走势的时候呢，会发现市场上是出现了一些变化了。那之前领涨的科技板块呢，它现在开始慢慢走弱了，反而是之前我们不怎么关注的，像是医疗、公共事业、房产日常消费品这些防御性的板块开始陆续的上涨了。那如果我们看整体市场资金流向的话，其实市场它的资金它没有流出去，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板块轮动的阶段。那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是科技股涨太多了。我们从各个板块来看的话，科技股今年的涨幅是远远超过其他板块的。那涨了这么多之后，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想要获利了结的。第二个原因呢是通胀有些抬头了。那这周刚公布的核心 PCE 数据呢，它是逐步的在上升，最新的数据是 4.1% 的增长，再加上美联储现在的态度有一些偏鹰，所以市场觉得说未来利率可能会在高位持续更加久的时间。那这种预期呢，它不会说改变牛市的趋势，但是呢，它肯定会改变市场上的一个风险偏好。以前呢，大家就是更愿意把资金放在现在成长股科技股上面，觉得流动性肯定会越来越宽松的。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下面呢，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全部放在 AI 上面，风险会比较大组合里面不能全部都是科技股、AI 股。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时间大家看到医疗板块日常消费甚至于金融板块它的涨幅都还不错。那这些板块今年的涨幅呢，相对于科技板块肯定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他们的估值也更加合理一些。所以目前市场比较动荡的时候呢，这些资金也愿意趴在他们这些板块里面，然后等待下一个更好的机会。那反映到盘面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它出现了5连跌，然后一天比一天低。如果看了更加仔细一点，如果你要看买卖力度的话，我们可以看陌陌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二23号这天和周五的时候，也就是它跌到了关键点位50日均线以及前低的时候呢，有资金是愿意进场的。这两根绿柱虽然说它收的还是收跌，比前一天的价格跌，但是呢它的收盘价是高于它的开盘价的，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并不是一边倒，那多空双方呢在关键点位会出现相互拉锯的一个动作。这个也就让市场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状态，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们打架谁输谁赢，是吧？这个时候就反而就不去考虑说这还能涨多少了，反而是万一空方胜利了往下跌的话会亏多少钱的问题了。我们接着看一下接下来市场可能会有的一些走势，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提前的计划。第一种我觉得概率比较高的呢，就是它在前低附近做一个双底，也就在这边，然后
它在这边整理了一下之后呢，重新站上50日均线之后，如果说它在整理的时候成交量萎缩，然后卖压慢慢减轻，最后出现一根放量上涨的阳线，最好这个时候力度比较强，直接突破这个跳空缺口，或者突破20日均线。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认为说这一轮洗盘基本上是结束了。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把仓位慢慢的买回来，比如说它上50日均线的时候，以及上20日均线补跳空缺口的时候，这个时候右侧交易会比较稳妥一些。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左侧交易的话呢，也可以在支撑位附近，它这个整理区域的时候呢，小仓位，然后尝试一下，但是一定要控制好仓位。如果它跌破了支撑位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做止损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跌破了之后呢，它是立马会有个反弹，还是继续往下。这个就说到第二种可能性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在前低附近没有撑住，然后直接放量快速的下跌，那这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它可能就是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洗盘的力度，做一个深度的回调。这个时候下一个支撑位其实就是在200天线附近了。其实你可以说在这边跳空前口就是24182这个位置，但也有可能就是直接往200天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着急采取任何动作了。如果你还有一些风险仓位，或者说是你之前在那个前压的附近做过一些小仓位的买入的话呢，这个时候你也要出来了，那保住自己的本金，然后等到它在底部区域支撑位，也就是200天附近，如果运气好的话，它在这边跳空缺口附近但大概率在200天附近，它重新做一个底整理出来了之后，我们再找机会进。第三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就是它也不往上涨，也不往下跌，是吧？然后它就在这个前低和50日均线，甚至于20日均线这边，它就来回震荡，然后慢慢磨，磨上个几周，甚至于1个月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把很多人的耐心都磨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关注大盘指数了，而是去看在这个波动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强势的股先于大盘领先的跑出来。基本上在市场比较弱的时候呢，一些强势股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你只要观察下跌的时候它跌幅没有大盘大，但是上涨的时候呢，它先一步新高了，这些股可能就是下一个的领头羊。那最后总结一下，那我认为呢，现在市场还没有说会很快的进入熊市，至少从目前的资金流向来看，它资金还是在市场里面，只不过它开始重新的做一个分配。那更加是像呢，我认为是市场进入到一个防御性的模式。那接下来呢，不管市场是它要做一个双底，还是说横盘震荡，甚至于说是跌破支撑位，那我们呢就是提前对应不同的状况，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说现在仓位已经比较高了，尤其像我们之前说，如果还有杠杆或者高波动的成长股，这个时候最好是做一些减仓位、减风险的动作。那如果说你的仓位本来就挺合理的，拿的是宽基指数，像是 VOO QQQ 这些的，或者说是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比较优质的大公司，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些短期的调整，然后把长期的投资计划都打乱了。有时候会觉得说市场震荡或者变动的时候，自己要做些什么动作来保护自己的仓位或怎么样，但是其实呢，这个时候真的如果说你仓位是安全的情况下，其实什么都不做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就像我们一直说的，为什么90%的主动管理基金都跑不赢大盘？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交易太频繁了。很多散户最后赚不到钱呢，也并不是说看错方向了，而是每次震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比市场聪明，会不会说我可以做一个箱体震荡，或者我可不可以抄底？但是最后真正赚钱的呢，就是往往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多市场反转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比量化交易动作更迅速，但我们可以做的呢，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然后耐心的等待，把我们自己的仓位留给真正确定性高的机会。那最后还是想提醒一下，在这种震荡市场当中，散户反而更容易亏钱希望大家在这种行情当中呢，都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利润，也保护好自己的心态，等到趋势真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把握住。好，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